为了成立新元老阁，我与商银对赌国际原油期货，没想到商力又要给我下套了。人心所向嘛，这么多人支持我，这新元老阁看来也是人心所向喽。好，三金，原来你早有预谋。不过元老阁是你说想搞就能搞的吗？没有地主的御令，你的那个所谓的新元老阁就只是个笑话。然而下一刻，一名中年男子走到台上，赫然正是魔都总督沈傲。沈总督，您怎么来了？来宣布一件事情，桑江，你是之前向上面提交了建立新元老阁的申请表，对吧？我有信心建立一个更好的元老阁，还请地主批准。沈总督，不可以啊！元老阁已经建立近100年了，怎么可以让一个毛头小子说搞新的就搞新的呢？这简直就是在胡闹！商阁主说的也没错，桑江，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好啊？三金眼神微眯，琢磨着沈傲的意思。沈傲既然来了，就说明地主并不反对自己搞新元老阁，但是他又说商银的话有道理。沈总督，要不这样，大家都是搞金融出身的，那就商战定输赢。商银，我们来比一比，谁赢了谁上位，你敢不敢？这种事情能是靠比输赢决定的吗？你以为小孩子过家家呢？沈傲来这里，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不如跟三金比一把，有基金会的支持，我还就不信自己赢不了。这场比试我接下了，说吧，比什么？我奉陪到底。股票、期货、股指、创业，你随便选，我都无所谓。沈总督，不如您来决定这次的比试内容吧，以免某些人输了之后心有不甘。最近国际原油炒得很火热，不如你们双方在国际原油期货上比一比，一方做多，一方做空，看最后谁赚得多，谁就获胜，如何？我没问题。黑幻基金会的12主神之一，就是霸国的石油霸主，掌控着全世界近1/5的石油。我也没问题。三金我做多，你做空，如何？这段时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没有很大的波动，属于平稳期，也就是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涨跌全看庄家怎么操作了，没问题。三金，这次对决既分胜负，也决生死，你做好输的准备了没有？你呢？做好失去一切的准备没有？两人含笑看着对方，眼眸中闪烁着熊熊战意。峰会结束之后，各大媒体都在铺天盖地的介绍三金与商银对决的新闻。元老阁地盘直接掀桌，三金号称要搞新元老阁，第一天王 vs 元老阁阁主，历史性的对决，决战原油期货市场，胜者为王，败者石沉。此时商银秘密前往法国，找到了基金会第9主神约翰·洛菲特。商银基金会要钱给钱，要人才给人才，要资源给资源，结果呢，你连一个三金都搞不定。我严重怀疑基金会的大厦代理人选你是否正确。洛菲特先生，我当阁主的这段时间，帮咱们家族搞定了很多生意上的问题，这您应该清楚。换成别人来当这个阁主，恐他给不了你们那么多好处。这也是我们留着你的原因。记住了，你不仅仅是在为基金会干活，也是为了创造一个金钱帝国在奋斗。妈的，都是1000年的狐狸，你跟我在这儿玩什么聊斋啊？画大饼，老子玩的比你溜。你跟三金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说吧，要我怎么帮你？沈傲给了我们1个月的准备时间，下个月开始，整整1个月的时间都是我们的对决。我需要您协助我，将原油期货的价格抬上去，抬得越高越好。这一次，我要让三金人财两空。这个简单，我让家族的几个公司减少石油产量，再在运输上做文章，原油期货的价格保持1个月的上涨还是很轻松的。多谢洛菲特先生，一句话就能控制整个石油的价格走势，全世界或许也只有洛菲特一人能办到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对三金全力出手，要把心理压力给三金拉满，争取让他在大战开始前就直接崩溃。我决定策反三金身边的一些亲戚，让他们给我当商业间谍，在大战之前就让三金亏个血本无归，这样下个月的商战三金必败无疑。当晚，商力将前元老阁成员仁和请到了一家秘密会所。商少，你应该知道我现在是鸿盟会的会员，下个月咱们2家就要商战了，你现在叫我过来，不太合适吧？呵呵，任家主，你在元老阁干了那么久，怎么就突然想着叛变跟三金干了呢？人往高处走嘛，工作而已，不存在什么叛变不叛变的，不是吗？没错，人往高处走。可是任先生，你现在是在开倒车啊？商先生，如果你今天是来劝我回元老阁的，那我只能跟你说声抱歉了。任先生，我今天不是想让你回元老阁，而是给你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什么机会？给我当商业间谍，完事之后，我答应让你回元老阁当天王。你在开玩笑吧？你当我仁和是什么人？就为了一个职位？只见商力丢出了一份跟约翰·洛菲特的秘密协议给仁和看。石油霸主约翰·洛菲特，有洛菲特家族的鼎力支持，我们想让国际原油期货涨就涨，想让他跌就跌。
你觉得三金还有赢的可能吗？任和木讷地摇了摇头。所以最后一定是三金一败涂地，并且倾家荡产。你跟着这种人混，能有什么好下场？不如现在就过来帮我做事，未来咱们一起做大做强，冲出大厦，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看我们的脸色行事。商力的话宛如魔鬼的诱惑一般，让人和无法拒绝。好，我答应做你的商业间谍，帮你干掉三金。不久后，人和找到三金。老任找我什么事啊？这次加入三金先生您的鸿蒙会，我特意来给您透露个发大财的消息。什么发大财的消息？国内的花生期货。国内的花生期货？你是听谁说花生期货最近有行情的？我老丈人是做外贸生意的，根据他的可靠消息，沙漠地区的国家会在这个月从我国进口20万吨花生。这个消息一旦放出来，国内花生期货的价格绝对要一飞冲天。咱们下个月不是要跟元老阁打商战吗？不如趁此机会狠狠地赚上一笔，等跟元老阁开战的时候才能手有余良心不慌。你能确定这个消息的真伪吗？这是我爷爷弄到的那几家沙漠地区国家巨型农产品企业的订单复印件，不信的话，三金先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消息网去打听一下。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人和我给你记一大功。三金先生别客气，我现在也是鸿蒙会的一份子，尽一份力是应该的。我公司还有事情，就先走一步了。太好了，咱们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呢，赶紧炒花生期货赚一笔补血吧。如果这消息是真的，的确可以搞花生期货赚一大笔钱，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准备。对，得先确定是不是真消息，必须谨慎一点。老板，情报人员已经查到了，是真的，确有此事。那还等什么？快让公司把钱都弄出来，去炒期货吧。我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有什么不对劲的？老范都查到消息是真的了，他总不可能骗你吧？明明上一世这几年国内花生期货市场是没有任何大行情的，难道是蝴蝶效应导致的吗？还是说人和在骗我？想到这，三金直接打给了人和。老任，刚刚我让人去查了，消息的确是真的，我这就让人调集资金，全力准备开搞花生期货，狠狠赚一笔。相信有了这笔资金，再加上三金先生您神乎其神的操作，下个月的商战一定能赢。三金啊，三金，你还是上钩了。商少这招真是高明，一切都准备的天衣无缝。那当然了，为了让三金上钩，我布置这些消息可是花了大价钱的。现在我们就等着三金把公司的钱都筹集出来，然后全部在商战之前亏掉就好了。到时候三金连跟咱们打商战的子弹都没有了，我看谁还会跟他？鸿蒙会不过就是个笑话罢了。隔天，三金特别留意了国内外农业信息板块。老公，我看各大农业方面的媒体都在报道，说是今年国内花生增产预期下降，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任何的消息是假的？不，这恰恰说明他的消息是真的。现在根本不是花生成熟收割的季节，但是这个消息却在这个时候铺天盖地的传释，很明显是有人在散布谣言。你的意思是，有人在故意散布谣言，打压国内花生期货的价格，方便他们低价买入？看这个操作应该是这样的。那还等什么？赶紧趁着价格低入手啊！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是又好像没有不对的地方，我得再考虑一下。子苑，你去帮我把范天雷叫进来。我知道了。老大，找我有啥事啊？人和还有他的消息这块，具体调查情况给我讲讲，越详细越好。人和提供的所有消息，我经过了10几方验证，均可确定没问题。那如果我说这是人和给我下的一个圈套呢？按照这个思路，你能查出来什么问题吗？老大，咱们红星安保的情报部门才刚成立不久，就算真的能确定人和给您下了套，我们也查不出任何疑点。对方做的准备太足了，当然也说明我们的情报部门有点太弱了。那你有办法提高情报部门的能力吗？或者吸收点什么人才进来？这个还真有办法，只要您能搞定这个人。说着，范天雷将一张拜帖递给三金，上面写着苍劲有力的4个大字：江三先生。